近期，美国多位知名企业家先后访华，而应美国商会等对口机构的邀请，中方计划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于6月赴美访问。中美工商界往来日益热络，并表态要合作，不要脱钩。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发布管制措施。为什么美国对华态度呈现冷暖交织的状态？中美民间交往如何处理双方破冰？来看报道。自2月底以来，包括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福特汽车、黑石、高通等多家美国知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密集访华时表示，美中脱钩不是可行选项。日前，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吸引了将近100位跨国企业 CEO 参会，其中超过30位来自美国，同比大幅增加，约占与会商界高层的1/3。贸促会发言人杨帆介绍，应美国商会等对口机构邀请，计划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于6月赴美访问。早在2005年，中国贸促会就与美国商务部启动了中美国际伙伴网络合作项目，2007年更名为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19年以来，双方在先进制造、轨道交通、节能环保、金融服务、汽车技术、旅游文化及投资合作等多个领域举办专题对接活动100多场，汇集中美企业2000多家。今年3月5号 ，CMP 项目今年首场活动——中美重庆投资研讨会成功举办，共有130多名中美企业代表参会，现场交流互动十分热烈，显示了中美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的强烈愿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浩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虽有来自政府层面的脱钩压力，但大多数美国企业，包括美工商界人士，对于中国市场的期待程度仍处于高位。作为中美关系来讲，保持沟通接触是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并且推动两国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重要的前提。那我们看到呢，从旧金山会晤以后实际上中美之间应当说进入到了一个再接触或者是再连接这样的一个阶段中美关系本身呢也进入到了一个盘整期，双方之间的这种往来呢确实在增加特别是在政府层面有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商业、禁毒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对话呢都在恢复和展开。不过，就在中美民间交往升温回暖的同时，无法忽视的是，中美在具体的经济产业、技术等微观层面依然存在竞争，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领域，这将对双边关系发展带来障碍。据路透社29号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修改了对华半导体产品限制规则。这份长达166页的新规明确，对中国出口的半导体产品限制也将适用于包含 AI 半导体产品的笔记本电脑。这意味着美国半导体产品对华限制扩大到更广泛的消费电子领域。此外，中企在美国的营商环境正趋于恶化，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以绝对多数的支持通过一项试图封禁社交软件 TikTok 的法案，尤为受到关注。赵明浩指出，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中国牌将毫无意外地成为竞选筹码。那么中国议题呢，目前也不能说是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呢，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一个呢，就是在经贸科技领域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还是持续的美国可能还会加码。同时呢，在地缘政治这个议题领域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这个中美之间围绕这个台湾问题、台海问题的较量呢也变得很复杂特别是今年5月份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呢会上台执政那么中美如何这个防止因为台湾问题出现重大的意外事件和重大的冲突，这非常重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4月1号到11号率台湾青年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进行为期11天的参访交流。继去年3月马英九首次访陆回湖南老家祭祖追思之后，时隔1年再访大陆，引发岛内外高度关注。根据参访行程，访问团将于今天下午抵达首站深圳。
今天下午，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将率领大九学堂的20名台湾青年学子，搭乘南方航空的班机抵达深圳。那么在广东的3天时间里呢，马英九一行将参访深圳、中山、广州等城市，堪称特种兵之行。那么在深圳的1天半时间里啊，他们将前往腾讯、大疆、比亚迪等深圳本土企业进行参观，了解大陆的高新科技发展现状。那么他们还将去往深圳的人才公园、平安金融中心等等特色景点，感受深圳山海连城、摩登都市之美。值得注意的是呢，马英九这次带来的20名台湾青年中的大多数呢，也是手来族。那么他们的大陆初体验会发生哪些故事？和大陆青年们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深圳卫视将在前方持续带来报道。深圳卫视注意到，行程中的3家公司均为深圳本土知名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领先地位。观察认为，首站选择参访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企业，有助于打开视野，收获各具特色的新发现。在台湾，许多爱好无人机飞行拍摄的民众也都热衷于入手大疆无人机。岛内舆论期待，马英九及参访团会有机会在大疆标志性建筑天空之城试飞无人机。参访团深圳行又一行程，腾讯公司则是深圳的另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众多台胞台生工作实习的热门选择。例如，在多届深圳台商协会主办的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中，台青们都积极报名去鹅厂实习，希望学习腾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领先知识。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电动汽车，则是今年大热出圈的新3样之一。去年访陆时，马英九就曾在重庆市赛力斯汽车2江智慧工厂车间内试乘新能源汽车，当时他就竖起大拇指点赞。台湾青年也在各种车型前拍照打卡，并感慨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此次来访深圳比亚迪，将有助参访团进一步了解大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进程。近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在阻挠，包括像大陆的这个无人机、大陆的电动汽车相关的产业相关的产品去进入到岛内，那么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和争议。那么岛内近期有比较强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民众是希望比亚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质优价廉的电动车能够卖到台湾去，进一步反证出来这个两岸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参访团还将去往港珠澳大桥。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时，台湾多档新闻节目纷纷热议，点赞大桥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还有岛内网友留言：“台湾海峡大桥还有多远？”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介绍，访问团预计在广东停留3天，于4月3号晚抵达陕西，并将于4月7号到访北京。访问地点多为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企业及大学。结束首站深圳参访后，代表团还将前往广州，瞻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并与中山大学师生交流。此外，还将参观位于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黄花岗72烈士陵园正是为纪念1911年4月27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园中存有1912年陵园初建时孙中山先生亲手种植的松树。此前，中国国民党也曾多次在此组织拜谒活动。而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同样是连接两岸共同回忆的重要地点。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今年正值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马英九此时率团参访也具特殊历史意义。今年同样是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代表团选择参访这所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高校也颇具深意。深圳卫视注意到，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同源而生，外界期待参访团此行能扩大两岸青年交往。事实上，广东还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也是台商在陆投资设厂的重镇。据统计，在粤台商台胞就有近30万人。马英九此前就曾为广州市的台协题词，外界也同样期待参访团此行能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九龙出生的马英九虽然在台湾长大，但完全能听得懂广东话，甚至还能讲上几句。在此前的采访活动中，马英九还会专门跟来自广东或者香港的记者聊几句粤语。就在今年春节，马英九还用广东话和大家拜年。各位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率团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及首次踏上北京，被台媒称为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按照计划，参访团将于4月3号晚间抵达陕西，并于4号上午参加祭祀活动。
轩辕皇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也是中华民族的血亲始祖。每年清明时节，在皇帝陵公祭轩辕皇帝，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观察指，马英九此行跨越海峡，突破空间界限，来到陕西皇帝陵，实地拜谒皇帝，祭祀祖先，终可一偿夙愿。同时，对于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去年这样一个祭拜家族祖先的这样一个形成的基础之上，今年我们看到共同祭拜华夏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全民族的人文始祖，它并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在历史传承上的一个升华。那么对于我们两岸之间中国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一个确认、一个追思一个缅怀以及一种继承。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还对深圳卫视分析，台湾的独派势力经常被批数典忘祖，就是因为他们在国族认同上出现偏差。此次马英九谒陵祭祖，将有助于从法理法统上、从历史根脉上再度确认重申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马英九先生率领台湾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在他们去系好人生扣子的第一个扣子的这样一个阶段让他们去对于两岸的共同的人文始祖，对于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传承、国族认同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那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4月7号下午，参访团预计抵达北京。据悉，在京期间，除了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外，也会参观八达岭长城、北京故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及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另外，还将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及鸟巢。4月11号上午，全团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 CA185班机，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返台湾，结束此次参访行程。对于马英九此次访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就表示欢迎，并称愿意提供必要协助。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玉婵也对此行表示尊重，并称将就安全等事宜给予必要协助。岛内舆论就热议，马英九此行将有利于降温两岸紧张局势，增加善意交流。60%的人是支持马英九这一趟和平之旅，他们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马英九替他们做了。所以寻求和平而去的话，我想这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这些利益，两岸所有人民的利益。我认为他这次的封锁是会在两岸人民间获得普遍的支持，跟这个欢迎，这就是最重要的。香港中评社分析了马英九再访大陆的4个意义：一是传递两岸和平讯息；2是寻回两岸认同；3是以马英九个人来说，展现了有意承担两岸和平使者大任的决心；第4则是帮助国民党重新擦亮两岸沟通管道金字招牌。知道马英九先生在蓝营有着非常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政治地位，那么他在大陆这样一个参访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成功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去激励国民党党内的从精英阶层到他的基层的人士，都可以去以这样一个更有利的一个条件更宽松的这样一个氛围来去投身到两岸交流之中。针对英国工党台湾挚友会代表团近日在台湾窜访，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事实上，近几年来，包括前首相特拉斯在内，时有个别过气的英国政客拿台湾问题刷存在感，以捞取个人的政治私利。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网31号的消息，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英国工党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英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和政治基础。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有关政客停止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正告有关英国政客，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必将受到中方有力回击。
据悉，此次窜台的包括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共同主席及工党影子商业与贸易副大臣梁新尼等共7人。3月30号至4月5号的窜台行程中，该团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并分别接受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的款宴。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成立于去年3月，由上下议院工党籍议员组成，旨在推动强化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外事支持。该小组由曾窜访台湾的英国下议院议员康明斯及上议院华裔议员梁新尼担任共同主席。康明斯曾表示，台湾地区是英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最迟将在明年1月举行国会大选，各项民调显示，工党有机会击败执政的保守党。是窜台的工党台湾之友团的大部分的一个人士供职于英国国会的经贸科技相关的议题的小组，那么也就是显示他们此次窜访台湾的一个目的，去施加进一步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赖清德即将上台之前，给下一任的民进党的这样一个领导阶层提前去进行这样一种沟通和施压，去进行渗透。外界注意到，英国政坛近来对台湾的关注显著提升。在英国政府去年3月公布的新版《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中，首次提到台湾，并强调台海情势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近年来，英国个别过气政客拿台湾问题刷存在感，其中就包括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下台后的特拉斯不甘寂寞，于去年5月窜访台湾，与台当局官员见面，并受台独机构远景基金会的邀请发表演讲。除特拉斯外，英国另外一位前首相卡梅伦近来也多次在台海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去年11月，已退出政坛7年之久的卡梅伦被突然任命为英国外交发展大臣。今年1月13号，卡梅伦发表声明，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选人赖清德及其政党表示祝贺。2月，卡梅伦甚至将红海和台湾海峡混为一谈，声称将敦促中方支持有关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回应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在台海地区制造事端，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对英国个别政客蹭台海热点，有分析指出，一是以此表明反华抗中的政治立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积蓄能量；二是配合美国煽动两岸对抗，制造台海紧张；三是勾连民进党当局将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妄图模糊否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动向值得高度警惕。奉行的与岛内的独派，特别是现在的民进党当局进行勾连，去遂行一些渗透和利用台湾来服务于英国自身的这样一个涉台海的这样一个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当前，美西方政客们妄图打着所谓民主的虚假叙事，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搞以台制华，在台湾问题上捞取政治好处和个人私利的做法十分危险，也不可能得逞。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在台协会现任处长孙小雅的任期将于今年中届满。据悉，接替她的是曾任美在台协会副处长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古立言。这将是这名台湾女婿第3次派驻台湾，首次是在2002年出任美在台协会政治组副组长。资料显示，古立言精通中文和日语，曾任美国驻成都和驻冲绳总领事，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军政事务组长、驻日使馆和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政治官。他也曾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与东亚经济事务处主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主任。古立言有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军情背景的这样一个人士，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对于岛内的这样一种军事的一个掌控，特别是对于台军未来的这样一个建军发展军事路线、军事政策、军事战略这方面的一个掌控。另据岛内爆料，美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将于下周抵台，这将是他今年以来的第2次窜台，并将与蔡英文、赖清德、萧美琴等人会面。有消息称，这应当是美国关注赖清德的上台演说，并意图把控台当局交替期间的两岸情势。外界注意到，罗森伯格获得美政府高层的信任，去年3月就任美在台协会主席，1年当中已经4次窜台，频率之高十分罕见，显示如今的台海局势让拜登政府相当关心，极力要将台湾拿捏在手，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在美国大选前，毫无疑问，从执政的拜登政府民主党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是不失分不出现这样一个
一种所谓的危机，或者说是令美国感到意外的这样一个事态，同时又是一种比较紧张的、稳定的这样一种矛盾的一个态势之中去推行美国在台海的各方面的战略和军事，包括经贸方面的利益。上周六，乌防长乌梅罗夫在与美防长奥斯汀通话中，再次向美国提出军援请求，强调向乌提供防空系统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多次向美国喊话，讨要对乌军援。在美乌防长通话前2天，泽连斯基在与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电话时强调，美国国会批准军事与财政援助法案的至关重要。此前，约翰逊称以国内事项为优先，将涉乌军事与财政援助法案搁置了数月。在此期间，频频对总共95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说不。除此以外，泽连斯基还试图在媒体上制造声势。他在最新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俄罗斯在近几个月内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话，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乌军的火炮已经消耗殆尽。Ми дали всі необхідні сигнали партнерам, всі конкретні запити, кожному, хто володіє потрібн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ППО, всім, у кого є необхідні ракети, Америка, Європа, інші наші партнери, кожен знає, що потребуємо, кожен знає, наскільки це важливо саме зараз допомогти нам захиститись від цих ударів. Саме у цей час俄乌冲突延宕至今，乌克兰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武器短缺问题。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坦诚，由于缺乏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乌军不得不转向战略防御。他表示，尽管感谢合作伙伴提供的每一发炮弹和每一吨燃料，但乌军仍需要更多可预测的军援。兵源紧张则是乌克兰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瑟尔斯基表示，在重新审视内部潜力和确定战斗编程后，原先请求的45万到50万人的动员需求已被大幅减少。然而，这一变化并未完全解决乌军面临的人力短缺问题。据报道，乌克兰自2022年2月24号起实行战时状态以来，已经进行了多次动员。由于战争的持续和兵力的不断消耗，乌军仍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口，乌克兰不得不征召年龄较大的人员入伍，甚至开始吸引女性加入军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1号，俄罗斯春季征兵开始，定期服役期为12个月。此前一天，俄总统普京签署俄联邦春季征兵令，即4月1号到7月15号征召15万名18到30岁人员服兵役。报道称，所有应征入伍的新兵将被派往武装力量兵团和部队以及俄境内其他部队常驻点服役，不会参与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当地时间周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老板埃隆·马斯克在平台发文，建议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因为在缺乏装甲和空中优势的情况之下，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获得的领土就越多，最后敖德萨也有可能沦陷。对此，乌克兰真理报指责马斯克在对乌克兰战局做出悲观预测的同时，却没有呼吁美西方国家增加对乌援助，并认为马斯克上述表态是在暗示俄罗斯军队可以袭击第聂伯河并占领敖德萨。今日，俄罗斯则提到，自2022年2月以来，马斯克已经多次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首先，马斯克在俄乌冲突后向乌方捐赠了超过2万个星链终端，但随着星链逐渐被武器化，马斯克曾多次表示要撤回星链在乌克兰的服务。2022年10月，马斯克曾在推特发文呼吁俄乌冲突尽快结束，然而他的提议立即遭到乌方指责。乌克兰前驻德大使梅尔尼克曾让马斯克滚一边去。不久后，马斯克向美军哭穷的信件内容被曝光，他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奉命滚蛋，考虑撤回 SpaceX 公司的星链服务。